面试时，总裁看完简历问我：34岁为何单身未婚？我抬头回应：刚进来的那个人是我第一次想嫁的人。我坐在面试室里，手心全是冷汗，指尖却像被冰扎过一样麻木。桌对面那位男总裁翻着我的简历，钢笔在纸上轻轻点了2下，纸张发出干涩的摩擦声。他抬起眼，目光很平静，却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直直落在我脸上。34岁，未婚，单身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声音不高，却让整个房间都安静下来。为什么？我喉咙一紧，正要按惯例说什么工作忙没遇到合适的，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。那个人推门进来时，走廊里空调风带进一点雨后的潮气，混着淡淡的烟味。他站在门边，抬手松了松领口，侧脸干净的让我几乎认不出来。可我认得他袖口那道极不起眼的旧磨痕，也认得他左手虎口处那道小时候留下的疤。那一瞬间，我脑子里轰的一声，像有人把我封了10年的旧铁盒猛地掀开了盖。我抬起头，听见自己的声音轻得发颤，却每一个字都像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。因为刚进来的那个人是我第一次想嫁的人。空气像被人硬生生掐住了。面试室里安静的只剩空调出风口发出的低鸣，还有我胸腔里那一下又一下沉闷的心跳。对面的男总裁明显愣了半秒，钢笔停在半空，纸页边缘被他指腹压出一道深痕。门口那个人也没动，他站在那里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像是想确认我是不是认错了人，又像是已经认出了我，却不敢先开口。我鼻尖忽然一酸，连呼吸都带着细细的痛，因为那个人不是别人，是周燕，是我大学毕业那年陪我在暴雨夜等过末班车的人，是我人生里唯一一次差点伸手就能抓住幸福，却在最后一秒被我亲手推开的男人。可我没想到会在这样一种场合见到他，更没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重新出现在我面前。你们认识？男总裁率先打破沉默。周燕没回答，只是把视线从我脸上移开，淡淡的扫了一眼桌上的简历，像是在确认某些东西。那种冷静和他从前完全不一样。我心口一阵发紧，手指不自觉地蜷起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男总裁合上简历，声音更低了些。林兰，34岁，市场运营，10年工作经验。婚姻栏空着。你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可以不答。我却突然笑了一下，那笑很轻，连我自己都听出了里面的色意。不方便。我抬起眼看着他，也像是在看另一个人。不是不方便，是我没资格。周燕的眉心机不可察地皱了一下，我却没有移开视线，因为我知道他今天会出现在这里，绝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为了面试我。我来这家公司之前，前一晚收到过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，只有短短一句：明天上午10点来36楼面试，别迟到。还有，带上你那份没打开过的离婚协议。我当时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，手脚冰凉。离婚协议，那是我压在床底铁盒里整整3年的东西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它的存在。可现在，周燕站在这里，男总裁看着我，而那句刚进来的那个人，是我第一次想嫁的人，像一根突然崩断的线，把我所有强撑的镇定都扯得粉碎。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叫来这里，
也不知道周燕为什么会出现。我只知道今天这场面试不像面试，像审判。我和周燕的故事开始的并不轰轰烈烈，甚至可以说平静的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。我们是大学同学，他学设计，我学市场。毕业那年，所有人都忙着投简历、跑招聘会、租房子、挤地铁，像被生活赶着往前跑的蚂蚁。只有周燕常常在傍晚帮我占图书馆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给我带楼下那家最便宜的豆浆和包子。那时候我刚从老家出来，身上背着一堆看不见的债。父亲早逝，母亲一个人把我和弟弟拉着大，可他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弟弟，给我的永远是你要懂事，你是姐姐，家里靠你了。我考上大学那年，家里没人高兴，母亲只说了一句：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要嫁人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她不是不高兴，她是怕我长出翅膀，怕我飞得太远，怕我不再成为她和弟弟的依靠。所以大学4年，我几乎没要过家里一分钱。奖学金、兼职、发传单、做家教，周末去商场站柜台，只要能挣钱的活，我都干过。周燕知道后，沉默了很久，把她奖学金剩下的钱偷偷塞进我书包。我发现的时候，眼圈一下就红了。你干什么？她挠了挠头，笑得有点笨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可怜你，我就是觉得你不该一直这么累。那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。毕业后，我们在同一座城市打拼。他进了设计公司，我做策划。我们租了一个老旧小区的单间，夏天闷热的像蒸笼，冬天窗缝漏风，半夜能听见隔壁夫妻吵架，楼上孩子哭，楼下电动车报警器乱响。可那时候，连挤在一张窄床上都觉得是未来。直到我28岁那年，家里出了事，弟弟林浩创业失败，欠了一屁股网贷，催债电话直接打到我公司。母亲哭着找到我，说房子已经被抵押了，还差一笔钱，不然人家要去家里闹。我拿出所有积蓄，又背了2份信用贷，连周燕攒着准备结婚的首付也被我挪走了一半。他第一次对我发火：林兰，那不是你一个人的家。我站在出租屋里，手里还捏着催款单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知道，我说，可她是我妈。周燕看着我，眼神一点点冷下去。她要是一直拿你当提款机呢？我没回答，因为我知道她说中了。后来事情果然没停，弟弟又惹上新的债，母亲又来找我，亲戚又开始劝我帮衬一下，你现在工资高，别那么自私。每一次我都想拒绝，可每一次母亲都会在电话那头哭。她说自己不容易，她说我是她唯一的指望，她说弟弟要是出事，这个家就散了。我一次次妥协，像被人拿着绳子一寸寸往后拖。周燕开始变得沉默，她不再提婚礼，不再提买房，甚至连我们一起挑好的戒指也被她默默收进了抽屉。我察觉到了，却没勇气问。直到我31岁那年，弟弟又一次闯祸，母亲逼我把新买的婚房卖掉，说先救急。那套房子是我和周燕攒了7年才买下来的，首付是我们一分一分省出来的。我甚至为了多还房贷，连续2年没买过新衣服。我不愿意，母亲却第一次在电话里骂我：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弟弟要死了你都不管，你一个女人，房子留着有什么用？
最后还不是别人家的。那晚我哭到凌晨3点，周燕抱着我，手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，像哄小孩。我却忽然觉得疲惫，那种疲惫不是累，是一种心被一点点磨烂后的空。可更可怕的是还在后面。我母亲和弟弟不知从哪儿知道了周燕公司的奖金和项目分红，开始隔三差五打电话来借。一开始是周转一下，后来是反正你们以后也是一家人。再后来，母亲干脆当着我的面对周燕说，你要真想娶我女儿，就先把她弟弟这事解决了。我记得周燕那天的脸色白得吓人，她没有争辩，只是把杯子轻轻放在桌上，杯沿磕到桌面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响。我当时还以为那只是她被气到了，现在想起来，原来从那一刻起，有些东西已经断了，只是我一直不敢承认。真正把我推到悬崖边的是3年前那场家族饭局。说是家族饭局，其实更像一场逼供。地点在老家堂屋。那天刚下过雨，院子里的泥土泡得发软，进门时鞋底还带着湿气。屋里点着一盏发黄的灯泡，风一吹，灯绳轻轻晃，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。桌上摆着几道菜，油腻的红烧肉，发黑的炒青菜，还有一大盆汤，热气里混着浓重的烟味和潮霉味。母亲坐在上首，弟弟和几个亲戚围着桌子，像早就商量好了一样。我一进门，母亲就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，签了。我低头一看，是房产转让协议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你说什么？母亲脸色不变，筷子在碗边敲了敲，你弟弟欠的债，先拿你的房子抵一部分。你先签字，后面的事慢慢说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那是我和周燕的婚房。婚房怎么了？母亲声音一下拔高，你人都30多了，还没结婚，房子留着给谁？不如先救你弟弟。旁边的大舅接话，兰兰啊，你妈也是为了这个家，你是姐姐，得懂事。小姨跟着说，女孩子嘛，房子最后也是便宜外人，你弟才是邻家的根。我坐在那里，背脊一寸寸发冷。我看向弟弟，他低着头，手指不停搓着筷子，不敢看我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他们不是来商量的，他们是来抢的。我不同意。我听见自己说。屋里静了2秒，下一秒，母亲把碗重重一放，汤水溅出来，落在桌布上，像一片脏污的水渍。林兰，你别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。我眼眶一下就热了。是你养大的，所以你就可以拿我一辈子去还吗？母亲愣住，她大概没想到，一向逆来顺受的我会说出这种话。弟弟猛地抬头，姐，我都快被逼死了，你就不能帮我一回？帮？我笑了，笑得胸口发疼。我帮了你多少回，你记得吗？你借的钱我还了，信用贷我背了，催债电话打到我公司我替你接了，连周燕准备结婚的钱我都拿去填你的窟窿。你还要我怎么帮？屋里的人脸色都变了，可母亲的反应更快。她站起身，一把扯住我的胳膊，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。你这么说是要逼死我是不是？你要真不签，你就别认我这个妈。那句话像刀子，直接扎进我心口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亲戚们开始七嘴八舌的劝，话里话外都是我不孝，我自私，我不顾家。桌边那只老旧电风扇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，混着女人的劝说，男人的咳嗽，
弟弟压抑的抽泣，像一张黏腻的网，把我死死裹住。就在我快要窒息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一声轻响，有人站在门外，没进来。我转头看见周燕，她不知道在门口站了多久，手里还提着我爱吃的酸汤鱼，塑料袋边缘被雨打湿了一角。那一瞬间，我差点哭出来。可周燕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冲进来替我说话，她只是站在门边，看着堂屋里这群人，眼神一点点冷下来。然后她把鱼放在门边的小凳子上，平静地说了一句：“林兰，出来。”我听见自己骨头都在响，我想跟她走，可母亲一把拽住我，声音尖得刺耳：“你敢走试试？今天这字你不签，谁都别想走。”我站在中间，像一块被反复拉扯的布。那一晚，我没有签字，也没有跟周燕走。我只是站在院子里淋着雨，听见屋里亲戚们继续商量怎么劝我，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她就是被周燕惯坏了，听见弟弟骂我铁石心肠。周燕在雨里陪了我很久，最后她只说：“林兰，你要想清楚，你到底是在帮他们，还是在把自己往死里送？”我没说话，因为那一刻，我心里第一次生出了一个念头：也许我真的快要被他们拖死了。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一张银行卡，那张卡是母亲3个月前寄给我的。她说家里困难，想让我先帮忙周转，卡里那点钱是她偷偷攒下来的，不多，但让我别嫌弃。我没多想，第二天就把卡塞进了钱包。可后来我无意中在手机银行里看到，这张卡在我手里之后，竟然连续有几笔不小的转出记录，每次金额不大，5000、1万、3000，可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万。我愣了很久，第一反应是自己看错了，可交易时间就在我出差的那几天，我明明没动过那张卡。我心里猛地一沉，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细节，那就是每次母亲来我家，都会故意进卧室待一会儿。她嘴上说是帮我收拾床铺，实际上总要翻一翻床头柜。我以前从不在意，可现在想起来，她每次离开时，眼神都很快，像是藏着什么。还有周燕，她那段时间越来越沉默，甚至有一次，我无意中看见她在阳台接电话，背对着我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。别再找她了，我说了，钱我会想办法。她不可能同意，再逼她就彻底完了。我站在门后，心一点点往下沉。那通电话是谁打来的？为什么他要说钱我会想办法？为什么他说他不可能同意？还有，他那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老家堂屋门口？我忽然想起更早之前的一件事。有一次我回家，发现床底那个装着重要证件的铁盒被人挪过位置，盒盖边缘有新鲜的划痕，像是被什么硬物撬过。我当时只以为是自己放乱了，可如果不是呢？如果有人早就动过我的东西？我背后慢慢起了一层冷汗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客厅，盯着茶几上那张银行卡，看了足足半小时。窗外有人在楼下倒垃圾，塑料袋摩擦地面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屋子里安静的可怕，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我脑子里那根弦终于在某个瞬间绷紧了。我开始怀疑，母亲、弟弟、周燕，甚至那场看似普通的逼婚，都不是孤立的。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我没看见的线，而这条线
正慢慢把我勒得喘不过气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请了假，没有去公司。我先去了银行。大厅里开着冷气，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。柜台前排了不少人，机器叫号声一声接一声，刺得人心烦。我坐在等候区，手心一直在冒汗。等查到流水时，我的心跳已经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工作人员把单子递给我时，还礼貌地说：“您这张卡最近的交易很频繁，建议您尽快核对一下。”我接过来，低头一看，手指瞬间僵住。钱不是取走的，是转给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账户。收款方名字只露出2个字：林浩。我弟弟。我脑子里轰的一声，怎么会是他？我盯着那一串转账记录，眼前开始发黑。5000、8000、1万、2万，最早的一笔竟然是从周燕那笔婚房首付款里拆出来的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后背一阵阵发冷，连牙齿都开始轻轻打颤。这时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母亲发来的消息：“兰兰，今天有空吗？你弟最近状态不好，你来家里一趟，我给你炖了汤。”我盯着那条消息，心里第一次没有涌起愧疚，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恶心。我没回他，直接打车去了老家。这次我没提前说，也没让任何人知道。老房子比我记忆里更旧了，院墙边的青苔长得厚，门框边缘剥落的厉害，风一吹，门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。我推门进去时，母亲正在厨房里洗菜，洗洁精的味道混着潮湿霉味扑过来，让人胃里发紧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她明显愣了一下，手上的青菜差点掉进盆里。我来看看你。我盯着她，顺便问你一件事。母亲目光闪了闪，随即又恢复平静。什么事？弄得这么严肃？我把银行卡流水放到她面前。这张卡你动过没有？她扫了一眼，脸色几乎没变。我哪知道？是不是你自己转的？我没动过。那我更不知道。她说得飞快，甚至没有一丝犹豫。你现在工作忙，记错了也正常。我看着她，忽然觉得陌生。妈，你看着我再说一遍。她端着盆站在那儿，水从指缝流下来，滴在地上，啪嗒啪嗒，像在一点点敲碎什么。她没有看我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卡里的钱会转给林浩。他的手明显顿了一下，就这一秒，已经足够让我看清。我心里那个最坏的猜想几乎要破土而出。可就在这时，弟弟从外面进来了。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，眼圈发黑，一看就是没睡好。见到我，他先是一怔，随后脸色迅速变得难看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。我把流水扔到桌上，声音冷得自己都意外，也看看你是怎么花我钱的。弟弟眼神一躲，立刻提高音量：什么叫花你钱？那是妈让我拿去应急的。应急？我气得手都在抖。你拿我的钱去干什么了？他张了张嘴，却没立刻回答。母亲在旁边忽然开口：行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分那么清楚干什么？你弟前阵子生意遇到点事，先借一下怎么了？借？我笑出了声。你们谁问过我一句？他脸色一沉。你是他姐。我是他姐，不是提款机。厨房里一下安静下来，连水龙头的滴水声都显得刺耳。弟弟的脸涨得通红，忽然一把将桌上的碗掀翻，
瓷片碎在地上，溅起一阵刺鼻的洗洁精味。你以为我愿意吗？他冲我吼，要不是周燕那边一直逼，我会走到今天。我心口猛地一缩，周燕逼你？他意识到自己说漏嘴，脸色瞬间白了，母亲也僵住了。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像有无数碎片开始乱飞。周燕在阳台上的那通电话，她说钱我会想办法，她说她不可能同意，她说再逼她就彻底完了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事情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那样。可我还没来得及问清楚，弟弟已经慌乱地转开话题，反正你别管了。妈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。我死死盯着他，那你们为什么都这么怕我知道？弟弟不敢看我，母亲也别过脸。房间里只剩我越来越重的呼吸声。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被人一层层往外接，而底下绝不是我想象中的那张脸。我真正拿到真相是在那只旧铁盒里。那铁盒一直放在我床底最里侧，外壳生了锈，边角被磨得发白。以前我觉得那只是个放证件和旧照片的盒子，里面除了房产证、身份证、几张医保卡，再没别的。可这次我连夜回家，把它拖了出来。铁盒很沉，落在地板上时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。我蹲在床边，手指抖得厉害，试了好几次都没把锁扣打开。最后我去厨房拿了一把小刀，顺着边缘一点点撬，金属摩擦的声音刺得人牙根发酸。终于咔嗒一声，锁开了。我先看见的不是证件，是一份折得整整齐齐的文件，还有一只旧手机。那手机很老，黑色机身，边角磨损严重，连充电口都已经松了，屏幕裂了一道细缝，像一条很淡的疤。我心脏猛地一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第一反应不是打开，而是有点害怕，像是某种直觉在提醒我，里面装着的东西足以把我这些年的认知全都砸碎。我先拿起那份文件，文件标题几个字赫然刺进眼睛：债务转移协议。我愣了几秒，呼吸都停了。再往下看，签字栏里有我弟弟的名字，有母亲的名字，还有一个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人，周燕。我手一抖，文件差点掉在地上。怎么会有周燕的名字？我像被人猛地掐住喉咙，疯狂往下翻。协议里写得很清楚，林浩所欠债务中有一部分属于非法借贷，为避免继续扩大风险，由周燕以个人名义暂时接手对外周转，并通过分批还款方式将我从其中剥离，所有资金流向尽量不直接经过我账户，以防债主盯上我。最下方还有一句，字迹是手写的：不要告诉林兰，他知道了会把所有责任揽回去。我的手猛地一麻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什么意思？我继续往下翻，夹层里还有一张打印出来的录音转写稿，其中几句让我血液都凉了。他现在不能知道，那些人已经盯上他了，只要他一签字，所有债最后都会落到他名下。他妈那边我会去说，你们别再找他。对，我不是帮你们，我是在救他。我盯着那几行字，几乎不敢呼吸。旧手机就在旁边，我手抖得厉害，按了好几次才按亮屏幕。屏幕跳出来后，只有一个文件夹，名字很简单，给林兰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却还没掉下来。点进去，里面全是录音、照片、
通话备份和一段段没发出去的短信。第一条录音是2年前，背景里有医院走廊的脚步声，还有一个女人压低的咳嗽声。是母亲。兰兰那边你先别动，她最近压力大。接着是周燕的声音，疲惫的厉害。妈，债主已经上门了，再拖下去不行。我要把他先摘出来。摘出来。母亲冷笑，他要是知道你替我们背了这么多，非跟你闹翻不可。你们还怎么结婚？结婚？周燕沉默很久，她现在只要能平安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第2段录音是半年后。你别再去找他要钱了。周燕声音压得很低，她账户不能再动。凭什么不能动？她是林家女儿，帮自家人天经地义。林浩欠的不是普通网贷。周燕几乎是咬着牙说，再碰他，他会被拖进来，到时候不只是钱，连人都保不住。我手里的手机猛地滑了一下，砸在地板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我整个人也跟着晃了一下，扶住床沿才没跌倒。原来不是母亲偏心，不是弟弟贪得无厌，也不是周燕突然冷漠，是有人早就把一张网悄悄撒开，而我是那张网里唯一被瞒着的人。我继续往下翻。第3段录音，时间最近，只有半个月前。他要去面试了。母亲的声音很急，那家公司不能去，周燕在那边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？是。周燕说，我会去。你确定他会来？他会来。他顿了顿，声音低得像叹息，因为那是我能给他最后的机会。最后的机会。我捂着嘴，眼泪终于砸了下来，一滴2滴落在旧手机屏幕上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今天那场面试不是偶然，那条短信不是巧合，是周燕把我引来的。她要我自己看到真相。我把那只旧手机放在腿上，指尖冷得发麻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安静的能听见窗外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。我坐在床边，盯着地上的铁盒，脑子里一帧一帧回放这些年的画面。为什么每次我一提结婚，周燕就沉默？为什么她总说再等等？为什么她明明有机会把事情告诉我，却从来没说？为什么母亲每次催我帮一把的时候，她都像在背着什么巨石？为什么那年老家堂屋里，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？为什么她看我的眼神里有心疼，也有克制？所有我曾经以为的不爱了，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另一种解释。我不是不被需要，我是被保护的太彻底，彻底到连真相都不配知道。可这种保护没有让我轻松，只让我更像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子。我想到这些年自己因为愧疚一次次退让，想到我把工资卡交给母亲时她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想到弟弟一次次把我的善意当成理所应当，想到周燕一个人扛着那些本该由全家共同面对的烂账，心口忽然像被人狠狠拧了一把，疼得发麻。我捂着脸，哭得喘不上气。不是委屈，是羞耻，是难堪，是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曾经那么用力的怪过一个人，却根本不知道他到底为我挡了多少刀。我想起刚才在面试室里周燕看我的那一眼，她没说话，可那一眼里全是疲惫和无奈，还有一点点快要撑不住的哀求。我猛地站起身，抓起手机就往外冲。我不能再等了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当面问清楚，我要告诉他我看见了，我要告诉他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
把所有苦都往自己身上揽。可我刚冲出门，母亲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我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名字，迟疑了几秒，还是接了。你在哪儿？他声音很急，甚至带着罕见的慌乱。有事？你别去公司，周燕他说到一半，突然停住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怎么了？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只剩下风声。在开口时，母亲的声音低得几乎发颤。他今天来找过我，说如果你知道真相，会恨他一辈子。我握着手机，整个人僵在楼道里。然后呢？然后他把所有能签的责任都签了。母亲说，他说欠你的可能这辈子还不清了。我脑子一热，眼前直接黑了一瞬。你说清楚，他去哪了？母亲没回答，只是哽了一下。兰兰，妈以前做的不对，可现在你要去找他，先别一个人去。他到底在哪儿？医院。他终于说出口，肿瘤科。那2个字落下来时，我整个人像被定在原地。肿瘤科。我手里的手机啪的一声掉到地上，耳边什么都听不见了，只剩下自己越来越急的心跳和楼道里那股潮湿发霉的气味，混着一种说不出的冷，直往骨头缝里钻。我终于明白，那些录音里他为什么总在咳，为什么他声音会那么疲惫，为什么他看起来比以前瘦那么多，为什么他那天站在面试室门口，像一个明明已经快撑不住，却还要坚持把我推向光里的人。原来不是我第一次想嫁给他，是他已经偷偷替我把往后的路都走了一遍。我赶到医院时，天已经黑了。住院部走廊里开着白惨惨的灯，空气里全是消毒水味，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药味，闻得人胸口发闷。护士站前有人低声说话，轮椅轮子碾过地砖，发出轻微的咕噜声。我站在肿瘤科门口，手脚冰凉，连敲门的力气都没有。最后还是一位护士看见我，问我找谁。周燕。我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。周燕在哪个病房？护士看了我一眼，低声说3号床，刚做完检查，情绪不太好。你是家属吗？家属。这2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。我点头又摇头。护士没多问，指了指尽头那间病房。我一步一步走过去，脚底像踩在棉花上。门半掩着，里面有很轻的说话声。我站在门口，看见周燕靠在床头，脸色白得几乎透明，手背上还扎着针。桌边放着一只保温桶，桶身上印着我以前最喜欢的那家餐馆的名字。我愣了2秒，那是我以前常给他买的汤。他抬头看见我，明显怔住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怕惊动什么。我却在那一刻彻底失控。我冲过去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眼泪瞬间砸下来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想抽回手，我却死死按住。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都在怪谁？我怪你冷漠，怪你不肯结婚，怪你明明还爱我，却一次次把我推开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你？周燕看着我，眼底一片沉静，像是早就料到这一天。林兰，她声音很低，我没想让你恨我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她沉默了很久。病房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仪器发出的细微滴滴声。良久，她才开口，因为我知道，你一旦知道，是不会走的。我浑身一震。那又怎样？那样你就会把自己赔进来。他抬眼看我，
眼神疲惫的厉害。债务的源头不是你弟，是他背后的人。那些人做的是套贷、催收、转移资产。你一旦知道真相，就会主动替他们扛，像以前一样。林兰，你太容易心软了。我张了张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所以你就把我排除在外。我的声音开始发抖。你一个人扛？你把自己扛成这样？周燕闭了闭眼，像是耗尽了力气。我本来想撑到你结婚，撑到你彻底和林家切开，可惜没撑住。这句话彻底击垮了我。我死死捂住嘴，眼泪从指缝里漏出来。他从枕边拿出一份折好的文件，递给我。我低头看见上面几个字：财产隔离与继承补充协议。我手抖得几乎拿不住。这是什么？我把我名下能动的都转了。他说得很平静，公司那边我也已经退了。我不想最后连累你。我猛地抬头，你想干什么？他看着我，唇色很淡。林兰，别再替我哭了。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一样，腿一软，直接跪坐在病床边。原来他不是在等我，他是在等一个能让我彻底离开泥潭的时机。他把我引去面试，是因为那家公司是他最后能安排我进的安全岗位。男总裁是他多年好友，那份简历是他亲手投的，那条短信是他发的，那句刚进来的那个人是我第一次想嫁的人，他听见了。他眼眶很红，却还是冲我笑了一下。你终于肯说真话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直接去了派出所，不是为了报复谁，是为了把所有证据交出去。旧手机、录音、银行流水、协议，那张被转走的卡，林浩的债务往来，母亲的通话记录，我一页一页整理出来，打印、复印、装袋。我的手一直在抖，可脑子前所未有的清醒。我终于明白周燕那句别再替别人活是什么意思。原来真正把我困住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，而是我从小被灌进去的那套逻辑。你是姐姐，你要懂事；你是女儿，你要孝顺；你是女人，你要顾家；你是家里最能扛的人，所以你就该一直扛。可我扛了30多年，扛到最后，差点连自己都赔进去。警察看完材料后，神色越来越严肃。有人去联系银行，有人去核查债务链条，还有人让我补签笔录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自己的手，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像是很多年没站稳的人，终于踩到了地。下午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不是去求原谅，是去断。母亲和弟弟都在家，桌上还摆着没收拾的早饭，空气里有隔夜菜的酸味。我一进门，母亲就站了起来，脸色难看。你去哪里了？我没回答，只把一沓文件放到桌上。这是你们转我卡的钱，这是你们拿我房子的材料，这是周燕替你们兜底的债务记录，还有你弟和那边催收人的录音。弟弟脸一下白了。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，意思是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谁也别想再拿我当救命绳。母亲的嘴唇哆嗦了一下。兰兰，你这是要毁了这个家，这个家早就被你们毁了。我声音很轻，却很稳。我以前以为我忍一忍，退一退就能换来安稳，现在我才知道，退到最后只会被你们踩进泥里。母亲猛地冲过来，想抓我胳膊，我退后一步，躲开了。别碰我。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说这3个字。他愣住了。
我没有再看他，只把那份离婚协议连同房产转让材料一起放进碎纸袋，动作很慢，却没有一丝犹豫。我和周燕早就不该被你们绑在一起。弟弟终于慌了，冲上来想抢文件。你不能这样。我还没嗨完。那是你自己的事。我打断他，从前我替你还，是我蠢，以后不会了。他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恐惧，而母亲站在原地，像忽然老了10岁。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发虚，你真的一点都不顾这个家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竟然很平静。我顾了30多年，已经够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杯子落地的碎裂声，尖锐的刺耳。可我没有回头。我再回到医院时，窗外已经有了晨光。天刚亮，走廊里的灯还没全关，白色的光落在地砖上，显得安静又冷清。周燕靠在床头，手里还握着那只旧手机。我走过去，坐在她床边，没有说话。她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轻轻笑了。都交了，你不怪我了。我低下头，手指碰了碰那只手机裂开的屏幕，轻声说，怪过，恨过，也后悔过。她沉默。我抬起眼看着他，可现在我更谢谢你。周燕眼底微微动了一下。我把那只旧手机放回他掌心里。谢谢你没让我继续替别人买单，谢谢你在我最糊涂的时候还想着把我推到安全的地方，也谢谢你让我终于知道，原来有人爱我的方式不是占有，不是索取，是替我挡住那些我根本看不见的刀。他眼圈一点点红了，我鼻子也酸得厉害，却还是笑了。窗外的太阳慢慢升起来，光线落在病房的保温桶上，反出一层温和的亮。那只保温桶还是我以前买的款式，桶盖拧得很紧，边缘有一点磨损。我伸手过去，把它打开，里面还是温的，是一碗清汤面，面上握着一个荷包蛋，蛋黄没有完全熟透，正是我以前最喜欢的样子。我怔了一下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周燕第一次给我煮面时，笨手笨脚把锅烧糊，最后端到我面前，耳朵红得厉害。那时候她问我，以后你想嫁什么样的人？我当时笑着说，会做清汤面的人。她没说话，只低头把一筷子面夹进我碗里。而现在我终于明白，我想嫁的从来不是某个完美的人，是那个明知道前路有泥，却还是愿意把我从泥里一点点拽出来的人，是那个在我最狼狈、最糊涂、最被欺人拖拽的时候，依然没有放开我手的人。我端起保温桶，热气轻轻扑在脸上，有点烫，却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。后来母亲给我发过很多消息，弟弟也来过电话，我没有删掉他们，只是再也没接。我把老家的门钥匙留在了派出所备案箱里，像把一段旧命运也一并交了出去。那只生锈铁盒我没有扔，我把它洗干净，放进了储物柜最上层，不是为了纪念痛苦，是为了提醒自己别再走回去。有些门关上之后，风反而不再冷了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嫁人不是嫁给某个姓氏、某个房子、某个所谓稳定的未来，而是嫁给一个愿意和你并肩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先把自己嫁给自己。那天离开医院时，阳光正好。我站在楼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空气里没有霉味，没有烟味，也没有那些让我窒息多年的旧账味道，
只有冬末初春里一点很淡的暖意。我抬头看了看病房的窗，周燕站在那里，隔着玻璃朝我轻轻点了点头。我也笑了。这一次，我没有再把自己藏起来，至少现在，我终于学会了把自己从别人的命运里赎回来。